我柳如月，此生定让你的后宫易主改姓。小姐，奴婢都调查过了，这后宫里面啊，有2座大山压着呢。你是说叶贵妃和徐皇后？我早有准备。那叶贵妃不过就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，只要不正面硬刚，利用阴谋诡计，轻松拿捏。36计可曾听过？可那徐皇后素有贤名，端庄淑仪，母仪天下呢。那我便假意投诚，取她信任，然后再出其不意，一击即中。这后宫之主，舍我其谁？老爷，小姐她疯了，她要玩9族消消乐。嫔妾拜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柳才人可是朕千挑万选最中意的美人。你们姐妹可要好好相处。老狐狸，分明是要我们相争，他好作壁上观，瞧这一出好戏。哼，好重的杀气！糟了，原说避其锋芒，怎的偏就招惹了他？死道友不死贫道。皇后娘娘，嫔妾可是你？免了免了。这却是为何？跟进心机，备下百般宫斗争宠之策，如今一招未斩，竟要命丧于此。拿着。啊！哎，给你见面礼。这见面礼？怎么不喜欢？没有，喜欢的紧。我当还是要取我性命呢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说，这礼物可真别致啊！这个后宫可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安宁，你拿着它至少能安身保命。这不好玩，我带你去找皇后娘娘玩。走吧。啊，这不好吧？皇后娘娘都……哎呀，跟我走。
皇后娘娘别躲了，我们还有流程没走呢。贵妃姐姐，这样不妥吧？哎呀，皇后只是不爱见生人罢了。她教了我一个词，叫做什么来着？社恐。叶贵妃清冷孤傲，徐皇后端庄淑仪。这对吗？哎呀，我帮你问。How are you？ 好友，这是什么？难道是某种暗号？好友，唉，完了，不是老乡。振作一点，咱们是来谈正事的。他如何得知我这拆上抹了辣椒水，人预备假作跌倒刺伤自己，误他们凄凉？此乃我宫斗实录开卷第1章的杀手锏啊！这事先把你的小心思收一收，好好听我把接下来的话说完，再决定你要不要用你这种苦肉计的伎俩来陷害我。你如何知晓？不对，这一世什么意思啊？别那么紧张，我们对你没有恶意，并且也绝不会跟你争宠。父爷，我只是想回家连 WiFi。什么？哎呀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我的目标是研究出回家的路。他一心想回家，而我有血海深仇要报。也就这么说吧，他呢想要找他回家的路，而我和那狗皇帝不共戴天。世君，你们疯了！你们疯了！唉，我们呢可以帮你成为这后宫第1人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活着才行。我父兄乃当朝新贵，深受皇恩，我自然活得好好的。深谋皇恩，那可是催命符。我告诉你，3日后，你的兄长便会因为重大失职而入诏狱，到时若无我出手，他必死无疑。你兄长前脚出城，大批流寇，后脚就发动突袭，烧杀抢掠，百姓遭殃，这屎盆子就扣死在你柳家头上了。到那时，你就任由狗皇帝拿捏了。不过3日后，你信不信我所说的，想不想活命，那选择权在你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她是个好姑娘，其实挺有情有义的，只不过上一世呢，成了黄泉路上的绊脚石，死的实在是太惨了。我在想，苍天给了我们一次机会重来，那这命数我就偏要改他一改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很燃。这一世，我们要让那狗皇帝吃进去的东西，全都把它吐出来。他说的会是真的吗？我能信他吗？你兄长前脚出城，大批流寇，后脚就发动突袭，烧杀抢掠，百姓遭殃，这屎盆子就扣死在你柳家头上了。到那时，你就任由狗皇帝拿捏了。他说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。
小姐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这都几更天了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铺纸研墨。是。爹爹，你这回可千万要信女儿一回。速速送去，快马加鞭。是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科技与狠活，比你们那些加了什么千粉猪油膏的不知道强多少倍。你上次送我那瓶啊，我足足用了半个月呢。你看我的脸是不是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嫩白不少啊？那是自然啊！你要是再用上1个月，保证还你天然好气色。这么好的产品放在市场上肯定是千金难求，有了银票就能招兵买马，不对，积攒势力对付那狗皇帝。可是咱们出不了宫啊，怎么办？你忘了我叶家世代经商，只要是产品好，一夜之间铺满整个京城都没问题。哎，那就这样，咱们2个呢，一个负责技术，一个负责渠道。那这定价算账的事儿，交给谁？柳如月。柳如月他家呀，世代经商，我前世就经历过他的本事了。他呢，从小就跟着他父亲打算盘珠子，对于账目这一块简直是过目不忘，奇货可居。而且呢，他最懂饥饿营销了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后宫在经营算计这块，没人是他的对手。可是咱们跟他不熟，他能答应吗？哎呀，放心，柳如月是个聪明人，他会答应的。皇上口谕，宣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6才人觐见。真是晦气，总在这种时候来，烦死了！走吧。平身吧，柳爱妃，朕今日要跟你道喜啊！柳爱妃，朕今日要跟你道喜啊！嫔妾惶恐，不知喜从何来。边关急报，一群流寇突袭皇陵宫地，幸亏你兄长早已设下埋伏，将来犯之敌一网打尽。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兄长不过是尽忠职守罢了，承蒙圣上皇恩，方能化险为夷。嫔妾代父兄谢过皇上。说来也奇，这流寇突袭乃是机密，你兄长怎会提前知晓这讣？莫非爱妃在家书中提点了呀？圣上明鉴，嫔妾久居内宫，前朝之事，嫔妾不知亦不敢知。至于家书，不过是提醒父兄加一天饭，妾以此生为念，好为圣上尽忠罢了。哦，这么大的喜事，你兄长竟未回信以此同喜。古语云：“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”父兄身为臣子，为君分忧乃是本分。若一点微末功劳便向内宫炫耀，岂非乱了纲纪？好一张利嘴！叶贵妃，你看看柳爱妃，这才是高门贵女的气质。不像你母族，办事不力，还得朕来收拾烂摊子。身为贵妃，当为六宫表率。臣妾应当谨记教诲，肯定好好学学。真不愧是皇后娘娘口中的普信男。罢了，皇后身体不适，朕今日就不去你宫了。不去就不去，
只能伺候你这烦人的家伙。今夜朕宿在柳爱妃宫中，朕倒要看看柳爱妃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。嫔妾遵旨。他又想干什么？这狗皇帝还真把自己当香饽饽了，以为他让谁去他那儿，谁就得对他感恩戴德吗？我呸！刘氏，叩谢二位娘娘救命之恩。哎呀妈呀，这也不是过年呀，咱不信这个，快起来起来！看来消息确凿，你父兄得救了。若非娘娘那封加急密信，刘家现在已是满门冤魂。现在可信了吧？自然。摊牌吧，我啊，来自未来。我呢，只想积攒功德，造福万民，然后回家连我的 WiFi。喂，而我则是重活一世。上一世你我家族皆死在那狗皇帝手中，这一世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虽然我没有娘娘们的奇遇，但是论管家礼仗，我不在话下。既然他不忍，就休怪我不义。这就对了嘛！我们三姐妹，一个会创意技术，一个呢会人脉管理，一个还会经营算账。只要资金到位，我能让整个国库都姓刘。那边一言为定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我也陪二位闯上一场。哟，那不是柳贵人吗？怎么几日不见，这皮肤嫩的能掐出水来？是啊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她这么白？就是，嫔妾见过贵妃娘娘，愿娘娘长乐未央。如月妹妹，你试试这个，这是皇后姐姐新调的嫩白水乳，你看我这里用了半个月，是不是比以前嫩白了不少？确实不一样了。姐姐，这么好的东西自己用岂不可惜？两位姐姐就没想过把它卖出去？果然是难不住你。其实啊，这东西是好东西，只不过我俩正愁着呢，这怎么卖？去哪卖？卖多少钱？我们还一头雾水呢。要不你帮我们出出主意？奇货可居，必然一本万利。只是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要想让他在宫墙里乃至整个京城贵妇圈都瞬间名扬，光靠这死物可不行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打广告？非也，世人皆逐流，贵人多好度。要想让这嫩白水乳价值连城，得先让它成为祸水。论行军打仗，我不如贵妃娘娘；论奇淫技巧，我仰仗皇后娘娘。但这经营人心、合谋算计之道，我愿为二位娘娘马前卒。只是明天还需贵妃娘娘陪我演一出恃强凌弱的好戏。行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大一股子骚味儿，原来是柳贵人。我看你这脸上涂了什么东西，这么白，也不怕回头把那树叶子都给染白。娘娘明鉴，嫔妾并未敷粉。并未敷粉？那你脸为什么这么白？我看你该不会是吃了什么狐狸精的心肝吧？嫔妾只是用了。用什么用？把你这一身狐妹子劲给本宫收起来！皇上如今又不在这儿，摆给谁看呢？勾引谁呢？娘娘明鉴，嫔妾并未敷粉，只是保养得当。保养得当？我看你是用了什么妖术吧！来人，给本宫把柳贵妃带下去，把她的脸洗干净。
且慢，娘娘若是不信，嫔妾愿自证清白。此乃嫔妾祖传秘方，嫔妾之所以冰肌玉骨，全靠此物。今日特意献与娘娘赔罪。就这破烂玩意儿？此乃柳家家传之物，居大地之灵气，凝万物之精髓。嫔妾自有一次洗面，方得此身冰肌玉骨。今日献与娘娘，还望娘娘恕罪。妹妹，这东西看着也就那样，不如让柳贵人自己用着吧，免得用坏了你身体。哎，我就不，本宫偏要用。来人，伺候本宫净手。哎呀，果真用处不小。天哪，还真是很通亮呢。这气味比西域进贡的香料还要好闻啊！姐妹们，看这里，这瓶嫩白水乳可是限量中的限量，涂在脸上白里透红，连皇帝啊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。原价呢100两，现在不要100两，也不要88两。这个先到先得，数量有限啊。对了，还送同款限量香包一个，但是名额只限10个哦。柳贵人，我愿意出10两黄金。我愿意出20两。柳妹妹，咱们关系最好了。各位妹妹莫急，此物制作繁琐，耗时耗力，姐姐手中也只剩不到10瓶了。哎，给我！我要！给我吧，给我吧。此物虽制作繁琐，但若各位诚心想要，亦可加急赶制。只是这原料昂贵。柳贵人，哦不，柳妹妹，我愿意出2倍价钱。啊，这就是定金。我出3倍，我也要预定。这就是直播带货和饥饿营销的魔力吗？你可真是天生的运营圣体。饥饿营销，娘娘这词儿倒是贴切。古语云啊，物以稀为贵。若是一股脑全拿出来，他们只会觉得是廉价之物，唯有求而不得，方能视若珍宝。今日所得，除去成本，净利高达3000两，而且只是定金，后续每个月的流水足以养活半个晋东营了。不仅如此，咱们还要搞 VIP 会员，哦不对，叫贵宾玉牌。就是说谁充的钱够多，谁就能优先获得嫩白水乳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将这些贵人按品阶、财位分门别类，每季推出限定款，只供高位嫔妃，引得低位嫔妃争先效仿，这就叫上行下效。怎么还没开门？还没开门吗？听说宫里的娘娘都用这个，用了之后媳妇能掐出水来，白里透红嘞。是啊，听说柳才人就是用的这个，才让皇上迷得神魂颠倒的。各位夫人小姐，今日贵妃同款嫩白水乳限量100瓶，先到先得，概不赊账。这周的利润，除了给皇后娘娘的研发成本，里面的利润大概有30万两。这么多啊！那要是按照这个速度，不出1个月，我就能建起第一座实验室了。除了你实验室的成本之外，剩下的利我要拿走70%。干嘛？70%？你要买下整个京城啊？那些平常被狗皇帝踩在脚下的那些庶子，还有那些不得志的武将，不都得用这些银子来喂饱吗？姐姐是要练兵吗？这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这账目若是直愣愣的走出去，莫说那些老狐狸，就连内务府的太监也能瞧出来。那咋办？咱不干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这一本呢，是给皇上和内部看的，记得是原材料人工开支，利润不过是1/2。这一本呢，是给外头掌柜和伙计贵妇看的，利润55分账，皆大欢喜。至于这最后一本，暂时先保密。你是说后宫最近流行那个什么嫩白水乳？回皇上，此物在宫内外极受追捧，据说是柳才人牵头，皇后和贵妃也参与其中。朕的这3个爱妃平日里水火不容，他们怎么会配合得如此默契？据探子报，宫外那家日进斗金的如月堂，虽说幕后掌柜是贵妃母族的远亲，但账目似乎有些混乱，看似热闹，实则赚不了多少。没赚多少。去，给朕查。翠儿，在找什么？小主，奴婢只是想帮小主整理。整理。被主之怒，若是放在刘府，早已被乱棍打死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一个月几两碎银，你跟我玩什么命啊！我操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要是在宫斗剧里，我肯定活不过一卡。这可太可怕了！昨天那个小太监还帮我采集花瓣，今天就没了。怕什么呀？现在停手，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他们不是爱查吗？那我就让他们查个够。等明天，我就亲手把他们都给宰了。不，二位姐姐，一慌一怒，正中了圣上的下怀。圣上多疑，他真正忌惮的不是我们赚钱，而是这钱花在了哪里。若是被他查出这钱花在了边关的粮草，饲养了死士，那才是真的万劫不复。那还能怎么办？那证据就在这摆着呢。那就伪造出一个他想看到的真相。啊！圣上不怕后宫嫔妃贪财，因为贪财的人皆有所求，有所求就会被拿捏，所以皇上真正忌惮的是后宫嫔妃有谋略、有手段。你的情报网千万不能暴露出来，我们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在贪得无厌4个字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仨要再演一出戏，一出3个女人为了私房钱，甚至不惜互相倾轧、争权夺利的闹剧。柳如月，你别不识抬举，那铺子是我开的，你凭什么查账？就凭是我出的主意。你那个远方表亲都要把库房搬空了，你还护犊子？你，皇上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臣妾本想做点小生意，好替皇上分忧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边关军饷吃紧，臣妾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，可谁知道那贵妃姐姐也太欺负人了。哦，爱妃这是分赃不均？什么分赃不均？是贵妃那表亲硬生生偷了30%的利，臣妾日夜作战，头发都掉了好些，没想到竟是替他人做了嫁衣。给我。朕当是什么大事，原来是为了几两银子。这哪里是银子，这是臣妾的尊严。皇上，你把铺子封我吧，
臣妾不干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妆都花了。既然是那表亲手脚不干净，那朕便让他长长教训。累死我了。成了，那是自然。狗皇帝听说咱们3个为了赢钱撕破脸，心中那点贼心早就散了。他觉得贪财的女孩子都没心眼子，也就翻不出什么浪来。那个什么表亲呢？弃子罢了。他呢，平时打着我的旗号，没少在外面捞油水。这次让他当个替罪羊，也算是让他死得其所。哎，不对，那还有诏呢，那公正司可是专业的。我给皇上瞧的那本是专门给他看的明诏，真正的流水经历了10几道人手，便是神仙下来也查不出来的。干得漂亮。200名死士都已经就位了，他们的将头呢，是我当时的副将，绝对忠诚。不出3个月，他就能变为一把坚韧的利剑。太好了，不枉费我豁出脸面演了那么一出好戏。我跟你们讲个事儿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早就不用蜡烛，而是有一种叫电灯的东西，这个只要开关一摁，啪的一下就全亮了。而且还有一种东西呢，叫手机，放在手里就这么大一个，隔着800米之外都能看见。竟有如此神奇之物。就像这个，不仅仅呢是科技，更重要的是理念差异。你以为它真的只能让皮肤变白吗？不然呢？这护肤啊，不是遮丑，是把你们本来的好皮肤啊就养出来。这天下女子呢，各有各的美，所以啊，不单单是你们的皮肤变成假面。姐姐，你的意思是，最重要的不是遮瑕，而是养肤？姐姐，你的意思是，最重要的不是遮瑕，而是养肤？对，皮肤底子好了，这个不涂脂粉也能变得又白又亮，而且皮肤又光泽又细腻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产品的理念就是你本来就很美。原来如此，这句话好，我们就用这句话做标语，就叫如月堂，你本来就很美。上一世，恐怕我这个时候还在冷宫里啃发霉的馒头呢。这一世，有你们陪我，真好。干杯！干杯！皇上，您叫臣妾来，可是……哼，演够了吗，柳才人？皇上，您这是何意？臣妾听不懂啊。朕念在往日情分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说，那些银子到底拿来做什么的？你……皇上，那并非什么不明款项，那是臣妾的一片愚钝孝心。孝心？把银子运到宫外不知名的山庄，这算哪门子孝心啊？是为了太后娘娘的60整寿。太后寿辰尚早半年，你便如此着急？正因为是大寿，臣妾才需提前准备。那山庄只是一处隐秘的宫房，里面住着几位手艺绝顶但性格古怪的匠人，臣妾也是托了父兄的关系才寻得他们的。这是臣妾拟定的礼册，臣妾只是想给太后一个惊喜。我叹一笑。既是筹备寿礼，账目为何如此混乱？圣上明鉴，臣妾久居深宫，并不懂得那些商贾市侩的弯弯绕绕。
那些宫外的商人只认银子不认人，臣妾也只是怕这事儿传到宫里，引得各宫娘娘攀比之心，所以这才找了宫外的中间人代为理账。只是臣妾还不曾细细查对那些账目，想必是那中间人弄混了。皇上，臣妾这就派人去查。若是那中间人真的贪污了臣妾的孝敬钱，臣妾定不饶他。这套措辞，早在10日前，我们便排练过无数次。回皇上，属下探查过了，京郊确有一处工坊，里面正在连夜赶制一座巨大的红珊瑚雕像，看规格却是太后的寿礼无疑。行了，别好了，朕听得头疼。皇上这是相信臣妾了。虽是一片孝心，但这办事能力，哼，属实不敢恭维。堂堂嫔妃做事如此鬼祟，账目一塌糊涂，传出去也不怕丢了朕的脸。臣知罪，臣妾愚钝。朕念在你是为太后准备寿礼，朕就不追究了。不过你这行事不周，朕罚你禁足3日，好好在宫中反省反省，等你把账算清楚再出来。臣妾领旨，谢主隆恩。眼皮子浅，藏不住事。看来这柳才人是真想讨好太后和皇上。好险，这老狐狸疑心病简直到了晚期，禁足3日，哼，正合我意。好你个柳如月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！那可是我攒了一辈子的提己钱，你说挪用就挪用。姐姐是要逼死嫔妾吗？那是为了太后的大少，是咱们的脸面呀！脸面？我看你就是想私吞吧。姐姐非要这么说，那嫔妾也无可奈何。这生意不做也罢。好，这个是古董，那旁边那个。不做就不做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不给你这个面子了。大总管行行好，给点猪油吧。去！以前不都是柳贵妃他们统一采购的吗？别提了，柳贵妃被禁足，生意都停摆了。贵妃娘娘因为分红的事都堵着门在那骂呢。娘娘现在正发飙，说是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皇上，看来这所谓的3人同盟，在利益面前不过是一盘散沙。贪婪、愚蠢、短视。传朕口谕，给皇后送10斤猪油去，免得她天天神神叨叨的。罪妾柳氏叩见皇上。想明白了？罪妾在宫中闭门思过，日夜惶恐，这几日虽未能出宫，却也不敢懈怠了太后的寿礼。因罪妾办事不力，这雕件进度慢了些，那外头的工匠没了银钱的周转，也有些许懈怠。罪妾实在有负圣恩。那叶贵妃这几日闹得倒是不像话，你既然出来，便去把那烂摊子收拾收拾。是，嫔妾定当竭力安抚姐姐。嫔妾会尽快把账目理顺，绝不让皇上再烦心。去吧，好好准备寿礼。若太后高兴，朕重重有赏。谢主隆恩，嫔妾告退。蠢妇，看来这出戏真是成对了。姐姐，怎么都3更了，你还不歇歇？哎，快了，我这儿还有好几本呢，你们俩先坐啊。哎，
你抬起头来让我瞧瞧。怎么了？你这前2天不是天天熬到后半夜吗？而且还跟我说你眼睛都困得睁不开了。怎么我看你今日这脸上……眼圈不清，面色不黄。姐姐，你日日熬夜，怎么看上去还这么容光焕发？哪有？你们肯定是看差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这眼睛啊就没看差过。说，你是不是藏了什么好东西？是这个吧？罢了，还真是让你们俩逮着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这几天研究出来的密码，专门对付熬夜脸。好姐姐，求你了！才过去半个月，那脸嫩的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，看上去都年轻了5岁。做个皇上，路过都多看了他一眼。好姐姐啊，求你了，就匀给我1瓶吧。妹妹，不是姐姐不帮，这太后寿礼宫中吃紧，姐姐手里也没剩几瓶。姐姐，我这儿有娘入宫给的提几金镯子。这是我攒了3年的月例银子，都给你，就匀1瓶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说这都是自家姐妹，你有好东西就别瞎藏着了。哎呀，罢了，既是贵妃姐姐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便给你们2瓶算了。谢谢姐姐。这后宫的银子，姐姐总是有的。那可不嘛，现在既赚了银子，又赚了人情，一举两得。今日这御花园怎么香得跟脂粉铺子似的？皇上，那是后宫的嫔妃们新得的玩意儿，说是能让肌肤如雪，后宫都传遍了。说是柳贵人为了太后的寿礼，筹措资金特意研制的。哦，柳才人真是好手段，都快把朕的后宫变成胭脂铺了。怎么，还没赚够？皇上取笑嫔妾了，嫔妾哪里是为了赚银子，不过是想着这后宫姐妹漂亮，皇上看着也赏心悦目，讨皇上欢心罢了。好一张巧嘴！是为了讨朕欢心，还是为了填满自己的小金库？朕就不追究了。只要别把这皇宫拆了就行，朕就随你折腾。御史台的侄子都递到朕的脸上了。之前只知道你有卖东西，可不知你竟打着宫里的旗号卖到500文，简直把皇家的颜面都丢尽了。才500万，定价策略严重失误，这简直是扰乱市场价格体系。皇上息怒，嫔妾实在不知情啊。那家铺子的掌柜可是你叶家的远房表亲叶兰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上，他所谓的表亲，不过是臣妾母族一脉在外的旁支罢了，竟然打着本宫的名号在外招摇撞骗。皇上，像这样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留着也是丢了皇家的颜面。臣妾这就差人下来去把他的铺子砸了，把他的腿打断。你先跪下，成何体统！皇上，这事儿怪我，这些东西本来是臣妾在实验室搞的一些小发明啊，不，是在厨房搞的一些小发明，是想送给宫里人作为赏赐的小礼物。谁都不知道被哪个表亲偷了配方，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。什么？皇后啊，皇后，你这又在说什么疯话？圣上明鉴，是嫔妾御下不严，因太后手里资金紧缺，嫔妾曾叫人将宫内的残次品变卖到宫外换银。
嫔妾的本意是为太后尽孝，没曾想被那贪婪的小人钻了空子，借机敛财。千错万错，都是嫔妾虽懂算学却不懂人心的错，求皇上责罚。罢了，传朕旨意，将那所谓的表亲流放3000里。铺子可以卖，但不许再打着皇家的名号办事。这下好了，借皇上的刀砍了那个只会贪墨回扣的废物掌柜。哎呀，这个就叫借力打力，顺便呢完成了一次代理商大清洗。哎，对了，如月，你那个团队找的怎么样了？都安排好了，是我奶娘的儿子，忠心耿耿，且精通商律。这次呀，算那个老皇帝干了件人事儿。哎，那咱们的丝绸之路是不是该启动了？我这可是研究了好几个香水的配方呢。不急，既然皇上都把铺子封了，那我们就得演一出痛定思痛的戏。对外就说呀，皇上体恤民情，不允许后宫奢靡浪费，物以稀为贵吗？这次我们在黑市上的价格肯定能炒出翻10倍。这下突然断供，他们不得急疯了。以为封了家店就能断了我们的财路？哼，我们可是要做垄断巨头的女人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妾身惶恐，妾身今日是不敢收礼，不敢辞啊。如月，何事惊慌？起来说话。我操，这东西在现代不得值7位数。皇后，皇上，臣妾的意思是，这个珊瑚啊，一看就是好东西，奇珍异宝。这个老三嘛，还挺大方的啊。哼，老三，他一个皇子，俸禄才多少，竟送得起这般厚礼给朕的嫔妃？嫔妾也是这般想的，这般贵重的礼物，这哪里是赏赐，分明是折煞臣妾了。臣妾惶恐，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只有娘娘才能配得上此等宝物，所以今日臣妾特来借花献佛，全当是给娘娘填庄了。填庄这词儿用的，我是要嫁人还是怎么着？不过白送的字件，不要白不要。呀，那如月妹妹这么有孝心，那本宫就先替你保管着吧。难为你懂事，不以此邀宠，反而知道尊卑进退。三皇子的好意，嫔妾受之有愧。唯有皇上和娘娘安好，才是嫔妾最大的福分。贱人！本王屈尊将贵来拉你，你转身就捅到了父皇那里。哼！柳如月，既然你不能为我所用，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。听说三皇子气的在屋里砸了一屋子的古董，想用金银珠宝买我的真心，也不出去打听打听。如今这后宫的生意，谁才是真正的庄家？是啊，既然三皇子如今已经气急败坏了，那我们不妨再趁机加把火。怎么加？我听说三皇子与五皇子素来不睦，
若是让五皇子知道这三皇子司库充盈，试图插手后宫，还想架空陛下的话，那可就有趣了。父皇，儿臣要参三皇兄。他结党谋私，不仅私下经营盐铁暴利，甚至还将手伸向了后宫。你说什么？三皇兄送给嫔妃的红珊瑚，乃是东湖贡品级别。若非他并没有谋取私利，他哪来的财力？他这是在收买人心，图谋不轨啊！父皇，你们两个，一个送珊瑚，一个告御状，是把朕的养心殿当成茶楼酒肆了吧？抄袭，这是赤裸裸的抄袭！这厉贵妃不仅偷了我的初代配方，而且她还搞价格战。原本我们卖500万，她倒好，现在只卖50万。我就说那个叫小翠的奴婢留不得，当初就应该一刀把她宰了，也不会出现后面这些泄露秘密的事。既然这厉贵妃愿意自降身价，我们为何不顺水推舟？如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劣币驱逐良币？非也。若是人人都能用得起50万的精华，那500万的精华才是身份的象征。这个加进精华里，记住，只加一半，另一半留着。这丽妃娘娘可真是个活菩萨，这精华跟皇后那儿的一模一样，才卖了50文。我的脸，怎么起皮了？好痒！骗人！赔我的脸！赔我的脸！骗子！看我的脸！大骗子！赔我的脸！大骗子！大骗子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那配方明明是什么？明明是你偷来。你自己制的东西，把自己用成了这副枯树皮的模样，还要拿去祸害别人。皇上，臣妾够了！传朕旨意，丽妃扰乱宫闱，禁足3月，无诏不得出。还得是咱们的正品行货。我这个叫云母防伪标，再加上我们售后10年的保证，咱们的品牌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。哎，你们听，丽妃那宫里的动静，就好像过年在放炮仗一样。商场如战场，他既以此为矛攻我，我便以此为盾，折了他的毛，也让他自己咽下这苦果。皇上驾到！我操，突击检查吗？这个皇帝怎么按套路出牌啊？慌什么？小唐，你快把银票装软个。是，皇后娘娘，您快装作，您在发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出去拦着他，你们俩手脚麻利些，不然咱们都得去圣贤寺斗地主。快去快去！臣妾参见皇上。爱妃怎会在此？朕听说皇后在鼓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特来看看。哎呦，皇上可不巧了，这皇后娘娘啊，听说御花园的位子开了，兴致很高，特意带人去赏花了。臣妾已在这等着她回来呢。赏花？朕怎么没在御花园遇见你？那肯定是因为皇上只心系江山社稷，眼里看不到那些花花草草。要不臣妾陪您去御花园寻寻？这3个米扔到床底下。好。既然来了，朕就进去坐坐，等皇后回来。皇上，哎呀！
恭迎皇上。说好的拦住呢？皇后不是去御花园赏花了吗？去了，刚刚回来了，就是腿有点酸，所以才没出去迎接圣驾。这就是嫩白水乳。这就是娘娘近日随手掏弄的小玩意儿。娘娘心善，想着与其在宫中度日如年，不如做些小物件，也好赏赐下人。对，味道倒是不错。那皇上喜欢，我可以包一瓶送给您。不必了，皇后有此雅兴甚好，总比在后宫勾心斗角强。是啊，娘娘常教导嫔妾，女子要以此修身，莫要生出贪念。柳贵人倒是懂事。既是闲暇之作，便不要累着了。恭送皇上。天啊，吓死了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我刚刚连逃亡路上的盘缠放在哪只鞋底都想好了。多亏了贵妃娘娘刚刚及时帮我们拖住了皇上，不然这满屋的罪证可没法插翅难飞啊。对于本宫来说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只不过皇上他生性多疑，我呢最多只是拦他一会儿，而且我越拦他，他越想进来。行了，这叫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给你们看个东西。那新品研发成功，小紫棒眼精华。熬夜看了几天账本，咱们也该犒劳犒劳自己。我这眼袋都能养金鱼了。小紫棒怎么双头都能用？这个白色的是白天用的，专门治泪沟和泡泡眼；这紫色的呢是晚上用的，能抚平眼角纹路。咱们每天在这宫中斗智斗勇，金贵的东西反倒自己留着用了。哎，那我也来一罐。这2天我早上起床肿得跟猪头似的。你那是喝酒喝的吧？你说什么废话？这晚上不喝点酒能睡得着觉吗？柳爱卿，近日宫中这嫩白水乳可盛行得很，听说柳贵人在宫外颇具手段。这小小的水乳液，怕是给你们柳家增添不少镜像呢。皇上明鉴，小女在家时便娇生惯养，除了抚琴绣花，哪懂什么经营之道？柳家世代忠良，绝不敢借皇恩谋取半分私利。爱卿何必如此惊慌啊？朕不过是随便柳贵人聪慧，那是朕的福气。既是玩闹，朕便不会随意计较。传朕旨意，赏柳家黄金100两，玉如意1对，以彰柳家戍边之功。是，老臣谢主隆恩。父亲，若非入宫前那份家书，今日柳家怕是……父亲受惊了，皇上既已赏赐，便是放下了戒心。父亲只管安心回府，宫中之事，女儿自有分寸。好，
皇上，此曲名为《广寒秋》，乃是嫔妾特意寻访坊间乐师所谱，愿皇上与诸位姐妹人月两团圆。爱妃有心了，这几日你也辛苦。难为皇上分忧，乃是嫔妾之幸。今日中秋，嫔妾借花献佛。这些礼盒里装的是皇后娘娘亲手调制的全套精华系列，特意赶在中秋前备下的，赠与各位姐妹。愿大家青春永驻，容颜不老。皇后与柳贵妃协理六宫，和睦有爱，此乃后宫之幸。皇上，这舞跳得软绵绵的，实在无趣。柳贵人出身小门小户，只会弄些奇技淫巧妖宠，哪里懂得什么皇室颜面？哟，这丽妹妹刚从禁足中被放出来，自然是不懂外面的乐趣了。我记得这丽妹妹在在寝宫中呀，经常大展歌喉，想必这舞技也是没落下吧？哦，那丽贵妃这意思是想表演才艺了？那感情好啊！来，咱们大家一块儿给丽贵妃打个 beat。想砸场子，也不看看现在是谁的主场。臣妾今日身体不适。既是身体不适，就回宫歇着，别在这里闹心。皇上息怒，丽妃姐姐不过是心直口快，今夜良辰美景，莫要因为琐事坏了兴致。还是你懂事。这次宴席办得不错，这后宫在你的打理下，倒是比往日安静了许多。皇上谬赞了，嫔妾不过是尽本分罢了。只要皇上一高兴，嫔妾就知足了。朕近日总觉着，这前朝若是能像这后宫这般，让朕省心便好了。皇上是天子，自然有百神呵护，更何况这前朝大人们，当然也会尽心尽力的。哼，尽心。岳大将军仗着军功，如今连朕的调令都敢推三阻四，朕看他是老糊涂了。这兵权也是时候换个人掌管。可是这叶大将军毕竟是叶姐姐的父亲，正是因为他是贵妃的父亲，这才留他到现在。这江山毕竟是朕的。立刻送到咸福宫，交给贵妃娘娘。是。纪灵渊，夜深路重，我来迟了。这些是。这是这几个月这3款精华在市面上的7成红利，还有我变卖的嫁妆。你疯了！这些可是你安身立命之钱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这些银子拿去给将军招兵买马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釜底抽薪。好，既然他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稍后我会传信给我父亲，让他假意上演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码，假意交出部分兵权，麻痹那个皇帝。皇上，歇会儿吧。这个是臣妾新熬制的安神补脑茶，趁热喝。皇后有心了，真正为叶老将军的事烦心。叶老将军拥兵自重，
朕欲收回兵权，又恐朝野议论。皇上圣明，这兵权嘛，自然是握在自己手里最踏实。你也觉得朕该收？当然该收。只是嘛，我听闻这北疆蛮夷啊，只服叶家军。如果给叶将军撤了，恐怕找个新人镇不住场子。哎呀，反正臣妾不懂朝政，就是到时候又得皇上熬夜批奏折了。再说了，皇上在臣妾心中最为圣明了，不管皇上做什么决定，都是最正确的。是叫捧杀，把你捧得高高的，看你还好意思下手。皇后说的有几分道理，若操之过急，只怕适得其反。皇上驾到！爱妃，你父亲果然是识大体的，他主动交出了部分兵权，只为在京中颐养天年。皇上，我父亲年事已高，臣妾也不愿让他日夜在刀尖上舔血，臣妾只想陪在皇上身边，为皇上研磨天香。我要吐了！爱妃如此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。传朕旨意，叶家忠勇可嘉，赏黄金1000两，夜明珠10壶。是。丞相，你说，若是皇上在知晓我私下藏了这么多银两，会不会怪罪于我？哎呀，娘娘说的哪里话？这些可都是娘娘辛苦经营所得。可是这么多银子，娘娘打算用作何处？前日听闻皇上在围场叹息，说是西域进贡了一只海东青猎鹰，神俊非凡，但却因国库吃紧未能购入。我想拿这些银两，托人去宫外寻路子，定要帮皇上把那猎鹰买来，博皇上一笑。娘娘对皇上真是痴心一片，奴婢定会守口如瓶的。时而一笑，就看你这只猫嘴够不够馋了。这10两你先拿着，替我出宫打点1、2，切记莫要走漏了风声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你是说，他变卖首饰，甚至动用私房钱，只为了给朕买一只猎鹰？千真万确。这后宫佳丽3000啊，只有这如月不争权不夺利，一心只系在朕的身上。苏培盛，是。把春杏调去浣衣局。另外，找个老实木讷的丫头，送去伺候柳贵人。这小姐，让我这样。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。传信给姐姐们，今夜子时行动。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轻拿轻放啊！轻拿轻放！快请坐。狡兔三窟，宫里的账面啊，只保留了一些碎银子给皇上过目。其实真正的大头都在这儿了。3日后，这笔钱就会变成兵马和粮草，送往我父亲在北疆的旧部手中。那我就坐镇此处，负责统筹全局。咱们的生意呀，不但要做大，还要做得让朝廷离不开，让皇上舍不得杀。为了回家，为了复仇，为了活出个人样。怎么回事？青儿不过入宫给我送些我爱吃的糕点，怎么会中箭呢？回娘娘，二小姐在出宫门时，恰逢五皇子的人马在巷口伏击3皇子，二小姐被误伤了。这个蠢货，竟然敢在皇城根下动兵，还伤了我叶家的人。娘娘，二小姐上级经国虽无性命之忧，左手怕是日后再难提起重物啊。阿姐，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做个女将军。备轿去养心殿，带上那支箭，还有五皇子安危的令牌。是。老这个混账，光天化日刺杀手足，还误伤功臣家眷。皇上，我叶家满门忠烈，父亲战死沙场，如今在天子脚下，妹妹竟遭了如此横祸。爱妃快且，朕定不轻饶。哼！父皇息怒啊！武帝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但这手足相残之事传出去，确实有损皇家颜面。儿臣愿替父皇分忧，接手武帝手中的户部差事，免得这朝局动荡。分忧，怕不是急着分权？这个呀，就是从五皇子被抄家以后流出来的铺子，我那找人低价全都收了。再加上3皇子那边的职位空缺，咱们的人顶上去，正好合适。这几日，我有意无意在各宫嫔妃面前提及几位清流官员的名字。皇帝为了平衡势力，定会重用，而这些人早已暗中受了我们的恩惠。斗吧，斗得两败俱伤，这江山易主时，才能兵不血刃。边关要响，江南有粮。朕看折子看得朕头都要炸了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皇上日理万机，一定要保重龙体。老奴这就去太医院给陛下取安神汤来。朕喝了半个月的安神汤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也没见有什么用。陛下，夜深了，当心熬坏了身子。坐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特意为您准备的。皇后有心了，又是什么精致的胭脂水粉？朕一个大男人用不上这些。皇上此言差矣，这后宫嫔妃们用的和您用的可不一样，这是皇后娘娘特意为您调配的。哦，朕倒要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是专门给朕准备的。就这一瓶。这瓶可和皇后娘娘给其他人的不一样。陛下感觉如何？倒有一股清凉之感，从手背向上，顺着胳膊一路到了太阳穴。朕这太阳穴似乎不那么紧绷了。
皇上若日日坚持用它，头就不会再那么疼了。皇后她倒是越发细心了。臣妾替皇后谢过陛下。这瓶就留在朕这儿吧，朕批奏折的时候想起来了就用一用。可算是排上了，咱们平民老百姓也是沾上光了。对呀，真是、皇后娘娘大德，柳贵人仁义，叶贵妃贤惠，这三位的贤明，咱们京城百姓谁不知道？是呀，是真是的。北疆虽定，但这兵权长期掌握在叶家旧部，朕心难安。朕打算亲自去边关巡查，以此震慑。陛下御驾亲征，定能安抚军心。只是这边关苦寒，护卫一事，朕以你旨，命你长兄柳峰随行护驾。长兄愚钝，恐难当大任。但若是陛下旨意，柳家定当万死不辞。这狗皇帝名为巡查，实则是想借机拿走我父兄的兵权。要是让他此时觉得我叶家软弱，那他必定当场削藩。我会让兄长在陛下阅兵时不藏拙，不示弱，把叶家军最真实、最嗜血的一面展现出来。你要吓死他啊！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知道边关危机四伏，蛮夷虎视眈眈。只有这支军队才能镇得住场子，他才不会轻易动刀。六，你这叫打造不可替代性核心资产。杀！启禀陛下，边关蛮夷凶残，末将等每日操练，不敢怠懈，只为护陛下江山永固。若无雷霆手段，难镇虎狼之敌。叶家这虎狼之师果然名不虚传。若朕此刻削了兵权，激起哗变就不妙。好一支铁血之师，柳爱卿治军有方，朕心甚慰。传朕口谕：柳峰治军有功，救驾有功。赐以此刀，待朕继续镇守北疆。谢主隆恩。皇后，朕此行才知道边关凶险，还是宫里安稳。皇上辛苦了。如月，你兄长此次陪同护驾有功，朕果然没看错人。既然皇后忙于钻研技艺，这协理6公之权，你便替皇后分担些。妾身资历尚浅，恐难服众，但这既是皇上和姐姐的信任，妾身定当竭力。这燕窝成色不对，采办宫女中饱私囊，拖出去。这笔账也是错的，叶姐姐宫里的炭火谁敢可口？把管事撤了。陛下近日操劳，这翻牌子的事，公公要多费心引导。如今这后宫，上至上宫局，下至洒扫处，3成都换成了咱们的人。以后皇上吃什么，在哪里住哪，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。nice， 行政权到手，接下来就是全面架空。边关那边也来急报了，皇帝被吓破了胆，拨了整整2倍的军饷。皇上想做这天下的棋手，殊不知他早在咱们的棋盘局之中。
皇上，太医院的人说了是热毒病，传染极快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红肿、溃烂、伴有异味，这是典型的真菌感染加严重的接触性皮炎。皇上别怕，这不是瘟疫。皇后，快离远些！启禀皇上，这不是天灾，是卫生问题。皇上，娘娘所制的清服药膏有清热解毒、祛湿止痒之奇效。既然太医束手无策，何不让娘娘一试？准了，快去！给。传令下去，此药膏不卖，只送，在京城东西南北40设点，名为皇恩清肤膏，凭户籍领取。神医啊，这简直是神医在世！听说这是皇后娘娘亲自研制，柳贵人和叶贵妃亲自督办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母仪天下。你是说，百姓在城郊为皇后等人立了生祠？是，百姓都称她为救苦救难的三娘娘，香火比太庙还旺。放肆！朕才是天子啊！朕才是天下的主宰！传朕口谕，让斩干处的人盯紧了。朕要知道他们3个人每日吃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朕全要知道。哎，确实跟之前的不一样。你们说，要是那些嫔妃用了这个，会不会更离不开咱们了？皇后娘娘，你送我的礼盒我都用完了，3管齐下，效果确实好。那是自然，清洁护肤呢全到位，我保证那些嫔妃啊抢破头。那咱们岂不是要从3贤妃变成3财神爷了？皇上让我全权监管账目，借着这个由头啊，我私下宴请了户部尚书的夫人和几位侍郎的家眷。那些老顽固的家眷？正是，我可送了不少好东西给他们呢。不过啊，现在户部那几位大人的私账多半都捏在我手上了。你干得漂亮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这就是你做的账，做的这么拙劣，生怕别人看不出是栽赃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叶将军的潦草调度一直滴水不漏，微臣只能在转运途中的火耗上做手脚。柳家出钱，叶家我命。若等他们真的结成铁板一块，朕的龙椅便做到头了。必须先发制人，把这本改过的账册汇进内阁批奏。另外，让督察院那帮御史动起来。微臣遵旨。主子，这是户部尚书夫人的贴身嬷嬷刚递出来的消息。飞鸟剑，良弓藏，我本以为他还会再等2年，没想到竟急迫到了这般田地。这个畜生！我父亲在北疆替他守着江山，可他竟然在背后做这种事情！我今日便要去取他的狗命！若此时动手，那贪慕军饷、欺君罔上的罪名就钉死在叶家和柳家身上了。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皇上既要造势，那咱们就避其锋芒。户部尚书夫人早就把户部的底账拓印了一份交予我，只要咱们真账在手，那假账就是铁证。可这本账册本就是假的，若皇上一口咬定说我们做假账，又当如何？那就做一本这个世上除了我们谁也看不懂更算不了的账。皇上，
微臣奉命清查北疆粮草，竟发现柳叶两家互相勾结，柳家依次充好，叶家虚报兵员，汉末军饷高达30万两，此乃动摇国本之大罪啊！皇上，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老夫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柳家绝无贪墨半分。人头？30万两白银，你柳家几颗人头赔得起？皇上，柳贵人跪在殿外，说有要事求见。后宫不得干政，他来凑什么热闹？宣。陛下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然贪墨之罪株连九族，妾身身为柳氏女，断不敢苟且偷生。哼，你是来替你父亲求情的？妾身是来领旨的。既然户部算不清这笔账，那就让嫔妾亲自来算。若算出我柳家确实有罪，那臣妾愿亲手放上3尺白绫；若查出账目有伪，也请陛下还功臣一个清白。朕我要看看，你能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翻出什么浪花。好，朕便给你3日。妾身谢主隆恩。臣妾已将户部赵大人的真账与假账做了比对。这笔火耗出京时是10万担，到了通州却变成6万，这中间折损的4万担，被兑换成银票汇入了昌盛钱庄。昌盛钱庄？这是票根，上面的丝印了一个苏字。试问满京城哪一家苏姓之人敢把事情做到如此地步？除了圣上身边那位，还能有谁？我操！皇上这波操作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自己贪污自己的军饷，然后甩锅给你们，然后自己再拿钱培养私兵和影卫，这真是笔好买卖。哎呀，算不清，根本算不清。这户部的账做的滴水不漏，臣妾的父亲定是被手下所蒙蔽，我们柳家要完了。哎，哭什么哭？本宫教你的鬼画符你学不会，就算不明白这笔烂账，也别在这儿嚎丧。皇帝老儿可是派人看着呢。走了。爱妃查账辛苦了，可有什么眉目？朕听闻，你与那咸福宫的叶贵妃竟来自脱京。妾身愚钝，那些账册犹如天书，臣妾打理宫外那些生意，全靠叶家旧部的镖局护送。若是再不低声下气的讨好娘娘，这生意哪里做得下去？哦，只是为了生意？妾身满心满眼唯有陛下，赚来的钱也都悉数入了国库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嫔妾这便交出对牌。哎，爱妃言重了。小桃，去给姐姐沏一壶红枣茶，
安神。是。还是羡慕妹妹你呀，哪像我如今夜里睡不了一个整觉，白日里还要操心大皇子读书的事儿。前几日照镜子，我自个儿都吓了一跳，我这眼皮肿得跟核桃似的，眼角也耷拉下来了，怪不得皇上这几个月不往我这边来了。姐姐这是哪里话，就是最近太累了，歇一歇就好了啊。歇不过来了，我们这种生养过的跟你们不一样，底子掏空了，怎么养都养不回来。姐姐打开看看，这是中秋时你送我的那种。中秋时，那时送的是各宫姐妹人手一份，今天这盒是丹丹送给姐姐的。这是中秋礼盒里的滚眼睛的。那日姐姐3瓶里面唯独这小紫豹原封不动地放在那，我问姐姐为何不用，姐姐却说也就这样了，用了也白用。我当时的确这么想的。姐姐你看，这东西啊，用起来其实不麻烦的，夜里孩子不闹了，你就把它拿出来在眼睛上滚几圈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姐姐，你把自己收拾得好，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，而是为了自己站在镜子前的时候心里舒坦。金嫔娘娘可算愿用那个小紫棒了。上次我进宁宫里啊，就见那个礼盒里面就这一瓶没有打开，我回来还跟娘娘念叨呢。多嘴。罢了罢了，你们主仆俩一唱一和的，我再不用倒显得我不识抬举了。那我便回去了，等我用出效果，我再来谢你。姐姐慢走，改日我去看小皇子。娘娘，那个小紫棒总共就3盒，你怎么就给了他1盒？他用了，自然会跟端妃、德妃说。端妃、德妃也是生养过的，眼睛全都浮肿了，到时候他们来问，还怕我收银子不成？娘娘这是放长线钓大鱼？这叫雪中送炭，锦上添花人人都能做到，但雪中送炭，别人才会记得你的好，记得你的好，往后你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老娘穿越过来的时候带着包了吗？我操！穿梭指南，我咋才发现？下月15，那不就是下个月吗？我终于能回家了，外卖、奶茶，老娘终于摇出头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下个月15，您便要凭空消失。对啊，月月，咱们这买卖，我不干了，股份钱都给你。娘娘慎言，如今咱们正走在悬崖边上，你此时抽身，皇上若想借题发挥，说你是被我和叶姐姐所害，这欺君罔上、谋逆作乱的罪名，足以要了我们整个叶刘两家的命啊！那怎么办嘛？错过这次，我可能这辈子就要老死在这没空调、没手机的鬼地方了。覆水难收。
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咱们仨的命早已被绑在一起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这些就是当年跟着我父亲征战沙场的兄弟们。诸位，你们当中有中仆之后，有为国捐躯的英雄，朝堂苛待，连一口饱饭都不给你们，但我给你们钱粮，我给你们安身立命之所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我如月堂商号的暗卫，无任朝廷，只任令牌。若是将来有人犯我商道，断我生路，诸位当如何？杀！杀！杀！启禀皇上，叶贵妃近日向宫外频繁传递密信，不仅联络叶家旧部，而且还与坤宁宫走动频繁。据探子报，他们似乎像是在筹集大量资金。主子，老宅那边传来消息，皇上只在叶家找到了一张无关紧要的偏房族谱。这皇帝果然是急了，传令给暗影，既然他们想看，就让他们看个够。是。第37版，这个是我觉得我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东西。我马上就能回家了，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，不用再看那渣男皇帝的脸色了。老薛，你可真自私！可是我真的好想回家。坐。不走了，老娘我决定了，干死纪凌云再走。皇后娘娘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月月，你不是在招募私兵吗？你的冷兵器怎么能和皇上的正规军打？来，给你看点东西。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教你们演练金刚，造连弩。咱们既然要玩，那就玩把大的。我要给皇上的御林军一点现代性的震撼。娘娘此言当真？比你的珍珠还真。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财力，再加上京城的兵力，我就不相信干死不了那个狗皇帝。皇上，刚才内务府传来情报，叶贵妃母家的老宅近日修缮，匠人在砖缝里翻出一本册子，瞧着像是叶家的族谱，不敢私藏，特呈上来。哦，叶氏的族谱，朕还以为里面藏着见不得人的反诗呢。说起来，叶贵妃的长兄叶枫就在玉门关镇守，听说军法严苛，连朕的圣旨都要往后摆。皇上明鉴，这个叶将军啊，驻守边关，向来军纪严明，也是为了震慑草莽狼族，替皇上您看好门户嘛。朕知道，朕说着玩呢。滴水不漏，以退为进，果然不简单。皇上这是要动叶家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
主子你怎么了？纪凌渊已经起杀心了，他刚刚竟然试探我兄长，我猜他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以派遣为由，削夺我兄长兵权，甚至半路截杀他。不行，去研墨。皇后，朕记得你大婚之前最爱吟诵《长恨歌》，今日这春光正好，不如再为朕诵读一段。啊，长恨歌？我操！我哪儿背过什么长恨歌啊？我只背过元素周期表啊。皇上，咱就别天天背那些死人诗歌了。你看，这春光大好，咱们聊点有建设性的话题吧。建设性？对啊。哎呀，皇上，您天天一下朝就跑到臣妾这儿来，后宫姐妹这么多，您怎么也得雨露均沾啊，别天天来臣妾这儿进行职场 PUA 啊。内卷 PUA？ 皇后，你说的这些朕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就是方言。皇上，臣妾自从大病一场以后，这个脑子就不太清醒。来，那个您喝茶。满嘴胡言乱语，你到底是谁？启禀皇上，奴才审了坤宁宫从前伺候的老嬷嬷。嬷嬷说，皇后娘娘从上次落水高烧醒来以后，便像换了个人一样，甚至连先帝的尊号都忘了，还时常对着镜子大喊些什么系统穿越之类的疯话。性情大变，不通旧事，却身怀奇技，借尸还魂。皇上，这是要挟附体啊！皇上。哼，好一个要挟！传朕旨意，派人盯死坤宁宫。朕倒要看看，这妖到底能使出什么妖法。东家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按您给的法子提纯出来的盐，没有半点苦涩味，西域的商客都抢疯了。还有这茶砖，防潮易放，草原上的鞑子愿付3匹好马换咱们1块茶砖呢。徐皇后的过滤法子，当真是点石成金的聚宝盘。吩咐下去，严查之力继续压低价格，不出3个月，我要垄断整个北风商道。是。这个纪凌渊绝对是个变态控制狂。月月，叶姐，我想回家，我实在等不了了。下个月15，九星连珠一到，我就从太液池穿回去。娘娘竟已萌生去意，妾身断无强留之理。这后宫本就如吃人的樊笼，娘娘若能脱离苦海，妾身为娘娘欢喜。放心吧，15那夜我会让如月堂商号的暗卫埋伏在太液池周围，布下杀阵。到时候一旦有人靠近，我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我亦会安排商号的车马在宫外接应，以此造成你逃出宫外的假象，调虎离山，助你在太液池行事。坤宁宫那边又在捣鼓些什么？回皇上，暗探来报，皇后娘娘近日总在纸上画些奇奇怪怪的星图，嘴里还念叨着下月15、9星连珠之类的疯话。下月15？皇上，奴才愚钝，不知娘娘打的什么算盘。哼，即刻传钦天监监正觐见。
同志们，这冷兵器时代已经 out 了。今天我要教你们的叫狙击步枪。看这个，这个叫膛线。只要我们用金刚把这个膛线刻画出来，然后用我们特制的底火弹药把它造出来，800米开外一枪爆头，连那皇帝老儿的龙椅都能给他射穿。800米开外，精准锁敌。我要学。启禀皇上，臣夜观天象，反复推演，下月15确有星象异动，那是百年难遇的7星连珠。7星连珠，不是9星连珠？确实只是7星连珠，且此星象主杀法，显于西北，恐于射击有变呐。7星连珠，好宁熙皇后，难不成要拿星象做文章？什么你的我的，价高者得，我出100两白银。100两？你也太小瞧这东西了。你快放手，我出120两。你就是出200两也没有用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有钱也不见得能买得到吧？哼！听见了，咱们如月堂的名声在后宫里可算是扎根了。不止后宫，前几日啊，我听徐姐姐说了，上个月卖了3000只，断货了半个月。好多京城贵妇都托人来宫里问什么时候能补上货。3000多只，那帮商贩不得乐疯了？乐是乐，但徐姐姐说了，价钱不能涨。好用的东西，大多数人都用得起，这才是如月堂的立身之本。好个柳如月，好个如月堂商号！经济种地的粮道和铁矿，竟都有他插手的痕迹。属下长明，刘家近日频繁招募退役老兵和流民，恐有私蓄不取之嫌。传朕密令，出动张甘楚天子号杀手，绝地3尺查柳如月的底细。若查实他有谋逆之举，不必请示，先斩后奏。记得提着他的人头来见朕。遵旨。这狗皇帝，他竟然暗中调遣玄甲军靠近西北大营，这明显就是不相信我父亲，他防着我叶家就不造反呢。不行，我得赶紧传信去边关。叶姐姐莫急，虽说皇上调了玄甲兵，但他却不知道京城周边的9门巡防营也有30%的将领欠了我们商号的巨额印子钱。他以为手握重兵就能得到实权，可这京城的护卫谁说了算还不一定呢。爷爷造访，阁下不走正门，倒是对妾身的账本情有独钟。连张敢出天字号的死士都出动了，看来皇上当真是容不下妾身了。OK 了，潜水服、氧气弹、干粮，全都齐活了。明天晚上就是星连珠之夜啊！我这破剧本啊，终于要杀青了。皇上的人已摸到了妾身的账房，他且杀心了。若他敢来，我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听着，明天晚上3更，太岳持剑，你们2个千万别硬刚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这个技术绝对不能落入暴君手中，要不然倒霉的就是百姓。我是拍拍屁股走了，绝对不能留下祸患。东家，京城内80%的活钱和神秘莲弩已全部转移至西山矿场的密库，即便那狗皇帝查抄了商号，也不过是个空壳子。接下来便是他济世江山的崩塌之时。走，跟我去找皇后娘娘，送她最后一程。是。离下月15仅剩3日，传朕旨意，即刻起全面封锁6宫，哪怕是一只苍蝇，也别想飞出这紫禁城半步。这批莲弩，皆是研究院日夜赶制的应急之物，箭头上涂满了10倍剂量的麻沸散。今夜子时前，你务必分发给潜伏在太液池周边的所有暗卫。少主放心，兄弟们已化整为零，按计划摸进去了。15之夜，以皇后娘娘落水为号，无论宫中如何大乱，尔等的首要任务便是护送皇后娘娘借水遁离去。若遇禁军死死阻拦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这大汉的破班，老娘可终于不用上。这样后就要借天象施展妖术遁走。皇上果然料事如神，这后宫当真藏着天大的祸患。我的，那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让开，让开！太液池有变，奉皇上密旨，禁军需即刻过道，违令者斩！哼，放肆！这御花园乃后宫重点，各位妹妹皆是千金之躯，将军这般横冲直撞，兵刃相向，若是冲撞了哪位有孕的贵人，怕是将军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。就是的。禁军护卫宫闱自是本分，然如月堂商号今夜回馈6宫，若是各位妹妹今夜不拼尽全力，恐怕这未来的恩宠和体面就要落到旁人院里了。皇后娘娘，妾身能为您争取的只有这半炷香。再见了，大汉！我的空调、WiFi， 我的西瓜，我来了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8和9呢？我操，跟练的不是？这勤俭干活是吃干饭的。这8和9给我弄没了，这是航班取消了还是改签了呀？快，顺着暗道去告诉皇上，徐氏果真要施展妖术，但天象有变，他被困住了。是。沾干处死是听令，今夜就算是一只苍蝇，也绝不能让他跳进水里。皇后，夜深露重，你现在这身装扮是要抛下朕去往何处？妖女，你真当朕是瞎子吗？
昔日徐家嫡女连手琴谱都背不全，如今却能徒手画出冰宫图纸。你究竟是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，竟敢夺舍当朝皇后？夺舍？什么夺舍？你少在那搞封建迷信这一套！哼，青天剑算准了你今夜要借星象遁走，可惜天不遂人愿。完犊子了！叶姐、月月，你们在哪儿？救命啊！狗皇帝，这人送你去见阎王，让你祭奠我叶家10万忠魂。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太液池。刘主子请回。本宫奉太后懿旨协理六宫，今夜太液池突发异状，本宫理应查明。区区一个校尉也敢拦本宫的路？卑职只听从皇上调遣，若主子执迷不悟，休怪卑职刀枪无眼。刀枪无眼，好一个刀枪无眼！今夜敢拦我者，便是乱臣贼子！梦见娘娘、叶姐姐，撑住，妾身这边来。禁卫军听令，将这妖女给朕拿下，绞断手脚筋，严加看管。不要！去死吧！皇上，后驾！反了，全反了！给朕搜！住手！陛下不可！今夜七星连珠，本就是天下莫测之事，一人惊扰上苍，陛下若再执意打开杀戒，恐遭天谴反噬。好你个柳如月，竟与那徐氏沆瀣一气，如今又编出这种装神弄鬼的戏码。来人，把这2个乱党给朕通通拿下！慢着！皇上明察，臣妾刚刚在太液池外围巡视的时候，发现苏公公这老烟狗竟然在干鬼鬼祟祟的事。这个是从他的住宅处搜出来的一封密信，他竟然和3皇子暗中勾结，并且还私造妖器，企图借天象之夜行刺陛下，然后嫁祸给皇后娘娘。奴才冤枉啊，皇上！奴才对你忠心耿耿啊！冤枉！这密函上分明盖着3皇子的私印，还有这妖气上还残留着火药味。你这个老烟狗，死有余辜！你好兄弟，这锅甩得漂亮！谢灵月，你不信我，竟然听信这阉党的谗言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，洗清我的清白！人家落水了，快救人！皇上，娘娘本就风体孱弱，今夜溺水已是进气多出气少，若再不立刻静养，恐怕熬不过今日了。这一切太巧了，但这3个女人当真有这般通天的手段，先稳住局面再说。来人，将这狗奴才拉下去严加审问。至于皇后，皇上，准许她出宫闭门静养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哼！今日大获全胜。皇上，奴才真的是被冤枉的。冤不冤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竟被他们利用，当做了靶子。再去给朕搜坤宁宫刘府、叶府，
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找出铁证。是。什么精华？不过是一些哄女人的玩意儿。将军搜也搜了，砸也砸了，若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不知这坤宁宫的损失该算在谁的头上。若碰坏了哪件御赐之物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罪。刘主子莫要规矩养人，卑职也是奉旨办事。找到了，想必定是妖后与外界勾结的密信。哼，想念 WiFi。徐姐姐这障眼法当真绝妙。真正的冰宫图纸，早借由本宫采买香料的车嫁出宫门。陛下，如今国库连年亏空，西北边关将士已有3月未发军饷，臣恳请陛下彻查国库，公开账目，以安天下。放！国库重地，岂是尔等说查便查的？恳请陛下公开账目。好一个逼宫发难！好，既然众爱卿要看，明日早朝，朕便让你们一个个看得清清楚楚。哼！边关粮饷，朕已如数拨付。国库盈余虽少，却比比皆是。谁许你来的？陛下，这账册上的数字怕是经不起推敲吧？3月13，户部拨白银100万两往西。同日，兵部入账仅30万两，江南盐税200万两，入库仅70万两。陛下，这余下的白银是生了翅膀，飞遁于天地之间了吗？这账目竟有如此大纰漏！好一个欺世盗名的数字！宗室的封地岁入连年削减，他竟敢私吞军饷，中饱私囊，账册当真无？王爷明鉴，铁证如山。陛下如今暴行逆施，若再纵容其挥霍无度，则大汉100年之基业将毁于一旦。妾身与贵妃姐姐愿全力辅佐宗室，正本清源。好，这朝堂的天是该换一换了。你们仗着几分功劳，便要结党营私，妄干朝政，传朕旨意，夺下柳家皇商特许，即日秉斥，遣返叶氏回归领地，无诏，永世不得入京。陛下倒叫妾身惶恐，只是不知陛下是想赐臣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还是要掩盖国库空虚的心虚呢？放肆！你敢顶撞朕？陛下连日提拔亲信，致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，言路闭塞，臣等死谏，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清退佞臣。你们反了，全反了！来人，他们逐出宫殿，脱下他们的官服，即日把他们全部罢黜，不录用。自毁长城，陛下这威严，今日算是彻底葬送。这渣男还真把自己当男主了。前世我临死前曾探查到过一封密文，
他的母妃在原籍与一落地秀才竟有过一纸婚约，而且更蹊跷的是，他的年纪若按生辰八字来算的话，比族谱上记载的足足大了2个月呢。娘娘，莫怪老奴，要怪就怪你查到了太后当年在江南的旧事。什么？未婚先孕带球入宫？狸猫换太子，好一出大戏！若此事得到证实，那纪凌渊的龙椅犹如无根之木，江南商户遍布眼线，妾身这就去飞鸽传书，动用如月堂商号的人脉，打探消息。那我叶家也将派出最精锐的队伍帮你护送，这次我定要让他纪凌渊彻底身败名裂。哎，知道的太多了，只能怪你命短，受死吧！杀人灭口！我家娘娘早料到你们这些见不得光的阉狗会来这一手，带走。皇上，这个杀手已经招供了，他乃内廷死士。敢问皇上，那个老秀才手里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竟惹得皇上如此大动干戈？难不成这件事牵扯到皇家机密，涉及到皇室血脉？什么皇室血脉？难道陛下并非先帝血脉？水晶王，你敢在金銮殿上信口雌黄，是想谋反吗？陛下，这是那秀才交出的当年与太后的定情信物及生辰庚帖。若陛下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何惧内务府来对证呢？完了，他们查到了，这群贼人要把朕推向绝路。放肆！朕是天子，朕是真龙天子！人，传朕旨意，即刻去关闭京城9门，把睿亲王及所有宗室亲王软禁于府中。没有朕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朝廷无道，蒙蔽天机，即刻请传本宫令，京城所有商铺、粮行、布庄即刻全面罢工。圣旨到，关城门。贵妃娘娘有令，军中将领只认虎符不认人，没有娘娘的调令，谁敢关城门，老子先斩了他！禀娘娘，江南暗桩传回绝密，既是母妃原籍族谱，连同当年接生稳婆的亲笔血书，皆在此处。当年太后在江南与那落地秀才珠胎暗结后，才入宫成宠。这稳婆血书上记得分明，陛下出生那日明明是足月的婴孩，岂是史官笔下所谓的早产？这偷天换日的戏码，当真是荒唐至极。姐姐，眼睛酸了？我这盯了半天，我这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不过啊，幸亏带了这个。姐姐这几日比谁熬的都狠。没事儿，这个残卷上的证据被烧的根本看不出来。如果不用药水一点点写的话，什么都看不清。错过任何一笔，咱们这个证据啊就少了一环。还是得注意身体啊。没事儿，如月，我们先把眼前的账打好。但是这个残卷，我盯了3个时辰了，总觉得哪儿差了一笔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把它弄出来。
出来了。看，这死皇帝以为把先帝诏书烧了就没证据。这个上面清楚的写着皇四子林渊冒议朕宫，疑非朕之骨血，着宗人府暗查。这个狗皇帝篡位弑父，屠我叶家满门。纪凌渊，你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既然证据确凿，那就不用再与他虚与委蛇。江南那边的眼线全断了，难道他们真的拿到了我的婆的供词？不可能，当年之前的人明明都死绝了。贱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夜闯养心殿？侍卫呢？来人，来人呐！陛下莫要白费力气了，殿外的侍卫恐怕已经睡着了。妾身今夜前来，是想送陛下一份大礼。陛下，你身上流着的根本不是先帝的血。假的，这都是你伪造的！朕要杀了你！纪凌渊，你当时伪造证据灭我叶家满门时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我告诉你，这皇位你窃得来，但你坐不住。人证物证俱在，龙椅上坐着的根本不是先帝骨血，乃是西天王帝久战雀巢的野种。臣等请废除伪帝，以正大统。请废除伪帝，以正大统。放肆！朕乃真命天子，这群逆贼欲行谋逆之举，御林军何在？给我把这群逆党统统拿下，就地正法！看好了，军权在朕的手上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死到临头犹不自知，陛下不妨问问，这些军士如今是听谁的号令？卑职参见贵妃娘娘，微臣等昔日接受叶老将军恩惠，今日只听娘娘调遣。哎呦喂，你这光杆司令在这演什么霸道帝王呢？纪凌渊，你的那些党羽昨夜已被我尽数除尽。今日皇宫内外无一人再可帮你。来人，给我把这罪人押入冷宫，包去龙袍。放开，放开朕！朕是皇帝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朕。我如月也是，这左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，这左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臣可以去。拨云见日，大汉的账本终于可以重新算一算了。如月妹妹，别忙活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些糕点，先垫垫肚子吧。三位娘娘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老臣与宗室商定，正式拥立先皇幼帝之嫡孙继承大统，改元永安。如今朝局动荡，还望三位同心扶正。孺子可教，主少国疑。然大汉江山千疮百孔，国库十室九空，妾身不才，愿以手中之算盘，代掌天下之财权。本宫也已派遣本宫的旧部去镇压九门，并且12位也已重新洗牌。若是有人敢在皇帝幼年时兴风作浪，那本宫定不轻饶他。同意，只要你们肯按时给我拨科研经费。别说小皇帝了，就是个奶娃娃当皇帝，我也同意。姐姐莫急，待嫔妾把这3年的坏账理清，林宫院的款项一分都少不了你。姐姐今日废寝忘食，把这水车图纸火药配方技术整理成册，
是否有何变故？启禀三位娘娘，微臣反复推演，1月之后的15子时，夜空将现9星连珠之大异象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真的？1个月之后就有9星连珠？千真万确。下去吧。姐妹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1个月之后，我就能回家了。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能回家的机会。既然日子已经定了，那我庇护你安然入睡。天下宴席终有一散，娘娘所传，我会发扬光大，呼大喊100年之根基。哎呀，你们2个少在这儿给我煽情了。那就算我走了，你们2个也一定要做古代最牛的女将军、女首富。这个是我做的最后2瓶面膜精华，里边还多加了一味桂花香，全世界只有这2瓶。这是嫔妾母亲的遗物，今日赠与娘娘，还望娘娘诸事顺遂，万望珍重。如月，孽子，通道开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星辰为野，长风送归，妾身在此，恭祝娘娘重返故土。徐青青，你回去之后给我记好了，要是有人敢克扣你的工资，你就用我教你的擒拿手对付他。但你要是打不过，你就穿回来。那你们俩给我记住了，搞事业才是王道。记着，年终奖发红包的时候，多给我烧点纸钱，不对，是多给我烧点金元宝。那我走了，拜拜了。断天涯，那一封情诗，篆刻心都是你的名字，轮回才。哎，你看太液池那边好粗的光柱啊！听说今夜9星连珠，娘娘要借天象飞升离宫了。嘘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飞升离宫，许氏那个毒妇，她竟然想逃离朕的掌心！休想！这大汉天下之后宫全都是朕的！王登朱队，真是天子，真是天子！这群乱臣贼子！朕开门，开门！滚开！老实点儿。走。他走了，那剩下的这些烂摊子，我们也该把它洗刷干净了。纪凌渊在位期间偏听偏信，构陷忠良。今日本宫代天子行事，凡是被那昏君枉杀的忠臣良将，一律平反昭雪，重修衣冠冢，进太庙受香火。太后圣明，娘娘千岁。纪凌渊昔日搜刮民脂民膏，致使国库空虚，饿殍遍野。即日起，废除盐铁重税，免江南水患之地赋税3年，重开丝绸之路。如月堂商号将让利30%于民间商户，
臣等叩谢天恩，大汉万年。青青，我用了这么久，脸是嫩白了，可你不在，谁陪我一起对镜敷脸呢？诸位掌柜，我大汉国库刚稳，妾身决意重启南北商道。这造玻璃和制胭脂的简易技法，今日便公之于众。特许尔等在江南、西北地区建房投产。娘娘恩典，草民叩谢娘娘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契约上白纸黑字说得清楚，所获之利30%入国库，用作军资和赈灾银，2%用于修缮商路。若是有人胆敢以次充好，让百姓怨声载道，就好好掂量你们的项上人头。草民万死不敢。徐芊芊，你留下的火种，我已让它在整个大汉朝遍地开花。大汉五位，外臣今日算是开眼了。各位，我手中的金刚铁弩，只不过是我大汉兵工部的冰山一角。今日召集各位前来，不为开战，只为结盟。我大汉愿与诸国互通有无，你们的牛马羊皮可尽数更换我大汉国的丝绸、茶叶，还有盐铁。但你们其中若是有人想侵害我大汉边境1寸，我叶家军的铁骑绝对会踏平尔等的王帐。娘娘神武，我宁愿岁岁朝贡，永结同盟。臣等启奏，如今商道南北贯通，国库丰盈，四方蛮夷臣服，边境安宁。此皆仰赖柳贵人与叶贵妃拨乱反正，力挽狂澜之功。臣等附议。臣恳请陛下为2位尊长上尊号，以显我大汉厚恩。叶姐姐，如今满朝文武终是对咱们心悦诚服了。那是自然，咱们手里既有天下粮仓，又有钢枪铁马，谁敢不服？诸位大人的心意，妾身与贵妃领了。只是这大汉的江山，终究是陛下的江山，妾身等所求，不过是国泰民安，万事太平。陛下且看，这江浙2省的秋赋虽然已经平账，但这折算银两的火耗却凭空多出了半成，丝毫的账目不清，落到百姓头上，就是一座大山。柳尊长教诲的是，朕即刻派钦差彻查江浙火耗之弊，绝不姑息。做皇帝，仁德固然重要，但更需雷霆手段。西北守将李成虽立了战功，但他纵容他的部下抢掠商贾，所以此人居功自傲，不可不用，亦不可重用。是。朕受教了。大汉有2位尊主，实乃朕之幸，天下之幸。我们如月堂的产品主打一个还原你们本来的美，各位姐姐妹妹，你们本身就很美啊！给我来一瓶，这看起来咱们真也试试。香不香？真的好香啊！好香，太好闻了吧！哎，你读读试试，好细腻啊！真不错。启奏陛下，
今国库充盈，四海承平，此皆两位尊长之功。臣等联名上书，恳请陛下破格晋封二位尊长为一字并肩王，总揽朝政，以辅佐我大汉万世基业。臣等恳请陛下封王受印，以安天下之心。准奏，传朕旨意，柳尊长算无一策，富国裕民，特赐封为锦渊王，赐九流免，掌天下财富。叶尊长威武慑敌，安邦定国，特赐封为靖远王，赐佩剑上殿，掌天下军政防卫。等我回去了，这大汉的江山就全靠你们两位女霸总了，咱们顶峰相见。许青青，你且安心去吧，这大汉江山定如你所愿。陛下厚爱，臣等诚惶诚恐。然异姓封王本就违背高祖礼法，且臣乃女子之身，若受此大恩，恐惹天下非议。臣附议，臣手中之剑只为保卫大汉疆土，绝无加官进爵之意。这并肩王的身份，臣受之有愧。如今百废待兴，唯有二王开府建衙，方能威慑四方。恳请尊者受封，恳请尊长受封。两位尊长若再推辞，朕便长跪于此，以谢尊长再造大汉之恩。臣承蒙皇上厚爱，领旨谢恩，定当鞠躬尽瘁。锦渊王千岁，靖远王千岁，锦兰王千岁，靖远王千岁。慢些用，署内有御寒的棉衣，一会儿去领一套。锦渊王，活菩萨呀！草民给王爷立长生牌位。等等，你们几个，这些药材必须按每户的户籍分发到位，听明白吗？下官遵命，绝不敢怠慢。手脚利索些。如月、叶子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古代的福利制度简直太落后了。等咱们有钱有权了，我们就建个大型救助站，包吃包住包治病。青青，你教我的国民幸福，如今我大汉字面终于体会到了。唉，这开府建衙的第一把火烧的真是让人心里痛快。上回说到，那靖远王一剑定乾坤，这锦渊王妙算稳国库，真可谓是武能安邦，文能定国呀！此二人当真是女中尧舜呐！好，可不是嘛！我家那小子如今在兵工院上工，月钱丰厚极了。多亏了惠民署啊，我这老寒腿的药钱都有了着落。你们说的都是男人们的事儿，要我说呀，最得实惠的还是咱们女人家。这位大嫂说的在理，诸位可知道，这精华液当初在宫里可是娘娘们才能用上的宝贝，这一瓶抵得上寻常人家半年的脚用。可如今呢？可如今西市商铺就有卖的，价格比原来优惠了一半呢。正是，列位可知为何呀？啊，
为何呀？老夫在京城说书30年，见惯了商人逐利、囤积居奇，可这一回，几位娘娘刻意把方子改了，用料减了，价钱压了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让天下的女子，无论富贵贫贱，都能用得起这好东西。好，女中尧舜，这名头可真够响亮的。百姓所求不多，不过是1日3餐、4季衣暖，只要咱们秉公卫国。至于史书如何书写，那就让后人评说吧。二位尊长，巡盐御史称私盐猖獗，请调兵镇压。朕本以为若只用兵，恐激起民变，但若不理，又损国库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陛下，私盐之所以猖獗，正是因为官盐价高且劣，不然百姓为何宁冒杀头之罪，也要购买私盐？因为百姓穷苦，买不起官盐。若要根治，须得降低官盐价格，提高盐质。陛下圣明，若能加以减免赋税，则江南水患便可迎刃而解。好小子，现在有几分帝王的样子了。朕明白了，多谢二位尊长提点。青青，一别数载，不知你在那方天地可还安好？如今大汉国泰民安，四海臣服，你所愿的盛世，我们做到了。青青，你留下的那些配方，如今全天下的女子都在用。如月堂商号的铺子也已经开到了各州府，每年的盈余大半冲入国库，小半拨给兵工院。你说过，你要让全天下的女子都用上好东西，还原本来的美。我们做到了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咱们的前路还长着呢。叶池，如月，叶子，这不是梦，这一切真的不是梦。我回来了，带着你们给我的心，回到了属于我的时空。你们现在怎么样了？如月，你们真的做到了，你真的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会管事的大管家。叶子，你打下的疆土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盛世如我所愿，可这盛世里再也没有你们陪我一起喝奶茶、研制精华了。哎，
哎，青青啊，下午2点3楼会议室有个品牌的合作提案，对方指明要你参加。我看了一下资料，挺有意思的。你最近状态也不太好，换个脑子。李总，我先不去了吧。来都来了嘛，对方团队里面有个姑娘，说是你的老熟人，点名要见你。老熟人？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同名同姓，还是他们真的来了？不，九星连珠只送我一人回来，他们怎么可能？这世上绝没有这样的巧合。我说许青青啊，你这破地方也太难找了吧？不过你们这现代的地铁还挺好玩，在地底下钻来钻去的，好像比我们那千里马要快多了。如月、叶子，真的是你们？你们怎么会？怎么？九星连珠能带你回来，自然也能带我们过来找你。大汗那边，新帝已经登基，朝堂也已经稳定，所以我们俩假死脱身来找你了。北狄的仗都打完了，朝堂上那群老东西啊，天天吵架，吵得我脑子都疼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呀，把你在古代那时候的瓶瓶罐罐全都给你带来了，你看看这些能不能让你在现代给我们做出更好用的东西呢？当然可以啊，这里啊是如月堂的研发中心，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护肤实验室之一。那便好，我正想看看你们这现代科技有什么过人之处。那别废话了，带我们去你的破实验室看看吧。李总，合作方案我们回头再谈，我先带他们去实验室。走，